别做梦了，印度想白嫖咱们压箱底的宝贝，门儿都没有。100亿美元的超级工厂说黄就黄，这回啊，中国企业直接把桌子给掀了。前两天啊，有个新闻给我看乐了，就是法国那边啊，他有个专家叫詹德亚拉的，那是痛心疾首啊，给莫迪老先支招呢。说啥呢？他说哎呀，现在这个外资啊都跑光了，这印度想要崛起，还得回头找中国，得给这个中国企业安全感，得把这个中国的技术啊给混过来。你听听啊，这话听着是不是特耳熟啊？但是这个事儿最逗的地方不在法国人说什么，而在于印度人啊真觉得自己行了。最近有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印度的首富信实工业宣布啊，他们那个吹破牛皮的100亿美元锂电池超级工厂停摆了，黄了呀。原因特简单，4个字儿：中国不给。咱先说这个信实工业啊，那这在印度那个地方就跟财神爷似的呀。2022年的时候，莫迪政府一拍脑门说我们要搞印度制造，我们要搞新能源，咱不能老烧油啊，咱们得弯道超车。于是大笔一挥，几百亿卢比的补贴就扔出去了。那信实一看，哎呦喂，有肉吃呀，立马跟进，说要投100亿美元建4个超级工厂呢。那个口号喊到震天响啊，什么全链自主啊，什么从矿石到电池啊，全是印度造。穆克什安巴尼啊，那是亲自站台，脸上那个褶子都笑开了花，仿佛明天印度啊就能把中国的新能源产业踩在脚底下了。但是各位，这造电池啊可不是摊煎饼啊，弄点这个面糊一摊就完事儿了。那可是高科技啊，特别是那个磷酸铁锂电芯制造工艺啊，那可是核心中的核心啊。这印度人自己有吗？有个屁哦，他们连个像的螺丝钉都造不利索，还造电芯儿。那咋办呢？这个时候呢，印度人的聪明劲儿就上来了啊！他们想了一招绝的，找中国买。他们盯上咱们厦门的西挺储能科技，谈了好几个月啊，这眼瞅就要签字画押了。在印度人眼里啊，这就是一场普通的买卖，我出钱，你出技术啊，你把这个配方、工艺、设备一股脑给我搬到孟买去，交回我徒弟，然后你就可以滚蛋了。这算盘打是真小，这哪里是合作呀？这就是赤裸裸的吸血啊！你得知道，过去这10几年，多少外资在印度折了，超过2000家外企啊，那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特别是咱们中国的这个企业啊，以前那是实心眼觉得这个印度的市场大，人多，是个蓝海。结果呢，去了就是送人头。小米、vivo 那在那个印度遭遇了啥？查税、罚款、扣押高管，就连美国人亲儿子苹果公司到了印度呢也得脱层皮，被这个德里法院判垄断，罚的那叫一个惨哦。所以这个信实工业以为这次呢还能像以前那样子拿着支票簿就能把中国的核心技术给买走。他们觉得中国现在经济转型，企业肯定缺钱我给你钱，你还能不卖呢？但是这一次中国企业直接把桌子给掀了。就在2025年的下半年，国家政策收紧了，尤其是针对锂电池、光伏、盾构机这些咱们拥有绝对优势的领域那都是一律严查。想出口技术行先审批。厦门西挺那边的兄弟也是明白人一看这个风向再看看印度那边人的嘴脸直接就把合同撕了。对不起这个生意我们不做了。这一招直接打在了信实工业的七寸上。没了中国的技术他们那个所谓的100亿计划就是一堆废铜烂铁。这就好比你想做满汉全席，这锅碗瓢盆呢都买好了，请柬都发了，结果厨子不来了这个时候有人就要问了，这个印度呢，它好歹是个大国呀，人口比咱还多，理工科大学生也不少，怎么就离了中国玩不转了呢？他们不会去找这个日本、韩国买技术吗？哎呦喂，你太高看他们了也太小看这里面的水了。先说找这个日韩信实也不是没试过，人家转头就去找了松下、LG， 结果日韩那边一报价，印度人的脸都绿的呀。技术授权费是中国的2到3倍这还不算日韩那帮人精着呢呀，不仅要钱多，还没有中国企业那么保姆式服务。咱们中国工程师那是真干活手把手的教，
日韩那可是大爷，到点下班，这就是差距啊！再加上这个运营成本一算，高出了30%左右啊。那本来印度造东西成本就高，再加上这笔开销，那造出来这个电池啊，比金子还贵，卖给谁去呢？再说回印度自己研发，你记住了啊，工业这玩意儿吧，来不得半点虚的。他不是写 PPT 啊，不是在这个宝莱坞拍电影，他是要靠几十年的积累，是一颗螺丝钉一颗螺丝钉拧出来的。那虽然印度有这个锂矿，前段时间啊，不是吹牛说啊，在这个克什米尔发现了巨型锂矿吗？哎呦，当时给他们狂斗，说从此摆脱中国依赖，我当时都乐了。哎，纽矿有个毛用啊，那是石头啊，要把这个石头变成电池里能用的碳酸锂啊，那得需要极高的精炼技术和化工产业配套。那这就好比啊，咱们家后院有麦子，但是没磨盘，没酵母，没蒸笼，你还是吃不上馒头。目前啊，全球锂精炼产能，中国占了60%，钴占了73%，石墨占了90%。这是啥概念呢？这就是垄断啊，这就是统治力。那印度现在80%以上的关键材料呢，都得从中国进，想搞自主研发，从原材料处理到设备调试啊，再到这个产线管理啊，全是坑。咱们中国的电池技术啊，那是无数工程师啊熬大夜睡厂房啊，炸了无数个电芯啊，才换来的良率和安全性。这是写在专利书上的字吗？不是哦，这是刻在脑子里的经验啊。这印度人啊，以为买了专利呢就能造，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啊！哎，没有那个工业底子啊，没有那个吃苦耐劳的产业工人队伍啊，给他图纸他也造不出来。Chinese companies आपको मारना चाहे, Yeah. तो 2 मिनट में मार सकते। इलेक्ट्रॉनिक इंडस्ट्री आर टोटली डिपेंडेंट ऑन चाइना। डिस्प्ले बाहर से आ रही है, मदरबोर्ड बाहर से आ रहा है, डब्बा लोकल ले रहे हैं। असेंबली हो रही है, एब्सोल्युटली। मतलब चाइनीज सॉफ्टवेयर चाइनीज कंपोनेंट को लेके जोड़ के यहाँ पे कह रहे हैं कि हम बना रहे हैं। Completely everyone is doing the same. Completely everyone is doing the same. 而且你别忘了啊，印度那个地方啊，除了人多，还有啥呢？缺电。造电池啊，那可是高耗能产业啊，那必须得24个小时不断电。就印度那个电网啊，3天2头跳闸。那这一跳闸呢，一炉子材料全废了。就这种环境啊，还想搞高端制造，做梦去吧！这就叫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但是你要以为啊，印度人这就认怂啦，那你可就太不了解莫迪老仙了。那这帮人啊，最擅长什么呢？是精神胜利法，是丧事喜办。哎，就在信实这个项目黄了的同时吧，你猜印度那边在干嘛？他们在电影院里嗨着呢啊！宝莱坞最近上了部大片啊，叫《120勇士》。哎，我之前吧还特意做了一期视频聊过呢。在这个电影里啊，好家伙，那个印军成了天神下凡了啊，说是120个印度士兵啊，面对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啊，以一敌十啊，英勇抵抗。最后虽然输了，但那是虽败犹荣。他们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可是他们都没倒下，像被妖魔附身一样。哎呦喂，要点脸行吗？咱们军方的战史资料写的清清楚楚啊，那场战斗啊，解放军仅仅用了1个小时40分钟，连2个小时都不到，就把他们全歼了。现实里啊，被打得找不着北，工业上呢被中国全面压制，电动车渗透率啊不到3%，满大街还是冒黑236车，空气污染爆表啊。结果呢，他们躲在这个电影院里啊，看着荧幕上的假象啊，热血沸腾啊，觉得自己又行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工业不够，娱乐来凑，实力不行，演技来评。那这种国家，你说他怎么可能崛起啊？他连正视自己失败的勇气都没有。说到这儿吧，可能有人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太损了呀？咱中国不是讲究和气生财吗？为啥这次这么绝呢？连技术都不给转让了？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啊！这个不是咱们小心眼啊，这是被逼出来的，也是咱想明白了。以前吧，咱中国为了发展，没办法呀，搞这个市场换技术啊。那个时候咱们穷，咱落后，咱只能忍辱负重啊，让这个外资进来赚钱，咱偷摸的学点手艺。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呀，在这个新能源、AI、高铁这些领域啊，咱们已经站到了世界山顶上。这个技术啊，是咱们几十年的血汗换来的。哎，凭什么白白送给一个整天在这个边疆给咱们找茬，在这个国际上给咱们抹黑的对手？你说说啊，印度这几年干的事儿，哪一件是人事啊？啊，特朗普一上台，美印关系不好了，美国收印度50%的关税啊，把这个印度的小企业整破产一片儿。
那印度没辙了，哎，想起来找中国了，想让中国企业去给他输血，去给他填坑，哪有这种便宜的事儿呢？莫迪政府呢是一边喊着中国威胁论，一边在边境搞摩擦，回头还想让中国把锂电池这种战略级技术交给他们，这不就是典型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吗？那以前呢，咱们可能为了大局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国家看得特清楚，农夫与蛇的故事咱不能再演了。这次封锁技术不仅仅是针对信实工业这一家，这是国家层面的大战略2025年开始中国对锂电池、稀土、盾构机等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那就是一道铁闸。这叫什么呢？这叫降维打击。你想造电动车？行，买我的成品电池可以想买我的技术自己造，没门儿。而且这个事还有个深层次的考量。印度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商业信誉哎，你看看之前那些案例中国企业呢帮他们把这个产业链建起来了，手机厂建好了，工人培训好了，结果呢，印度政府反手就是一个非法资产转移，把钱给你冻结了，把人给你赶走了，然后把这个厂子呢拿过来自己用，这就是明抢如果这次锂电池技术给了他们不出5年，他们学会了，肯定又是一脚把中国企业给踢开，然后用更低的人工成本造出来劣质电池，在这个国际市场跟咱们打价格战。所以这次咱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技术底线坚决守住。那现在呢，信实工业那个100亿计划算是彻底凉了，他们现在只能退而求其次，干嘛呢？做组装，从中国买现成的电芯运到印度拿这个螺丝刀拧一拧，装进壳子里贴上个牌子，假装是印度制造，这就叫打肿脸充胖子。核心利润呢还在中国手里，他们也就是赚了个苦力钱。那个法国专家还在那边喊呢，印度要给中企提供安全保障哎，我就想笑，这话莫迪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这印度呢现在是陷入一个死循环，想发展经济没技术想空手套白狼，中国不给。经济更差呢，国内民粹主义高涨，只能派抗中神剧转移矛盾，中印关系更差，更拿不到技术这就叫作茧自缚那对于咱们中国来说这个事办得太节气了，也太正确了对于像印度这种投机取巧毫无底线的国家，就得直接拒绝。哎，至于那个什么120勇士的电影就让他们自个儿在被窝看吧，看完了接着做他们的强国梦。那咱们呢，得接着干咱们的活造好咱们的车，让咱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